离了破天峰，李长寿大半心神朝着天庭的指导人落去。正有天兵在书房前禀告，说天河副统帅卞庄有事急见，让他入内就是。将一具指导人化作白发白须的老神仙模样，李长寿开口回了一句：是。门外天兵扭头跑远。李长寿挥了挥衣袖，开了门窗，关闭书房外围阵法，让天庭充沛且纯净的灵气灌入此间。稍顷，卞庄扛着自己的9齿钉耙匆匆跑来，在门前收起耙子，抱拳行礼：末将卞庄拜见水神大人。卞庄统领不必多礼，看卞庄统领额头冒汗，可是有什么难事？水神大人，出大事了。哦，哪般大事？李长寿悠然问着，不紧不慢，不急不慌。这个……卞庄有些语塞，有些心虚地看了眼门外。李长寿会意，开启了刚落下的阵法，笑了：说就是了，怕什么？是这样，刚刚末将家里人给末将发来传信玉符。卞庄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水神大人，我家中开了一家天涯阁，你应该知道。略有耳闻，生意似乎颇为兴隆。让您见笑了，这般生意本是上不得台面的。哪怕天涯阁从未做过昧心之事，但总归是做这一行的。这个有些说多了，您别介意。是这样的，在南海孤影岛上，有我家刚开不久的一处分阁，就在今日，西方教2名老道与妖族3名上古妖王在阁中秘密碰头，商议如何对付天庭和水神大人。李长寿皱眉：他们可有什么具体的算计？有，但分阁的人修为有限，听到的内容不是很详细。大抵是要用离间之计，让道门与天庭生信，还要用借刀杀人之计，除掉……对您不利呀。李长寿双眼缓缓眯起，坐在圈椅中一阵思索。很快，李长寿道：卞庄，末将在。这次多谢你提前通信，但是有件事你须得记住，做一行就要敬一行，哪怕天涯阁也是这般。你们要想着为客人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，而不是探听客人的虚实，打探客人的消息。这般行事很容易砸了自家招牌。卞庄一愣，随后就意识到了什么，低头做了一个道揖：谢水神指点，末将会告诫家中，今后书信往来唯有家书。善。李长寿含笑答应一声，拿出一只玉符，其内有2则遁法，推到了卞庄手中。卞庄大喜过望，连连道谢，走的时候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。这个家伙。李长寿摇摇头，心底却是无比的清醒。很明显，卞庄和天涯阁被人给利用了。西方和妖族暗中接头碰面是真，但他们具体要算计什么，却值得让人深思。选择在天涯阁碰头，看似有着充分的理由，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容易遮掩身形，更是普通仙人想不到的绝佳所在。但这是一种思维误区。南海那么大的地方，3000世界那么大所在，想要找到地方暗中碰头绝非难事，何必非要在人多之地商量这般大事呢？找一个天道之力微弱的小千世界碰面，想被推演都难。对方如果是要打草惊蛇，又是想要惊出哪条蛇？李长寿的心底念头流转，很快就有了答案。心神挪去安水城海神教大庙的指导人库，李长寿选了一具指导人，化作一名少女，在大地中土遁转圈，绕了片刻，确定无人盯着自己，他才赶去南海边，跳到了熟悉的礁石上。拿出一只陶埙，李长寿缓缓吹奏。这一片海域中有数十条游鱼，身上同时溢出一缕血气，这血气飞速稀释在海水中。那数十条游鱼继续游来游去。灵山山脚某个隐秘洞府，正在闭关修行的文静道人皱起秀眉。
这是熏声。灵山有所警觉，暂停一切交流，100年后再观察形势如何。这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暗号。文静道人叹了一口气，熏声一起，同样意味着距离自己离开这西方教，回到兜率宫后院大法师的怀抱，最少还要100年。本女王大人真的要成为西方鸿蒙凶兽的大统领了，都有可能被西方教洗白根脚。可惜，抬手擦了擦唇角，文静道人闭着眼眸，又一阵啧啧轻笑。许久没见到大妃，也是怪想她的。安水城，那少女吹奏了一段，就投身海水，朝着南海孤岭岛而去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怎么也要过去查看一下。然而李长寿刚走到半路，安水城海神庙就来了2位贵客，却是赵公明带着一脸不爽的琼霄驾云赶来了。李长寿自不敢怠慢，早一步外出迎接，将赵公明和琼霄引入后堂。不曾想赵公明兄妹2人带来的消息与卞庄给的消息相差不多，都是西方教与妖族上古大妖碰头。随之赵公明也简单说了他碰西方教3个人的经过。赵公明笑道：嘿嘿嘿，这次遇到了硬茬，有个身穿白衣骑着青毛大狗的西方圣人弟子，竟然有几分骨气，宁死不屈，让我也没办法得手。他叫什么？地藏。琼霄在旁百无聊赖地应了一声。李长寿立刻站起身来，表情还算平静。老哥，仙子，2位现在忙不忙？赵公明大手一挥，哎呀，有事你说就是。追，试试能否趁这次机会找到此人，毁其神魂。赵公明和琼霄不由一愣，倒是从未见过李长寿露出如此果断狠绝的一面。李长寿难得有所请，赵公明没有半点推诿，带上李长寿的化身，喊上3妹，架起24颗定海神珠，直奔南海而去。片刻之后，他们悄悄抵达此前的碰瓷儿案发地。琼霄拿出一袋青色的流沙，立刻开始施展追踪寻迹的手段。已经换上铠甲的赵公明不须笑道：咋回事啊？这太阳星打西面升了？老弟，你竟然有如此果断的时候啊！两害相较取其轻，这一次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。若是能够追上他，不能除之也无妨，将他那头青毛大狗抹掉。赵公明略微思索，很快就面露恍然。哦，原来你是忌惮那神兽之能啊！一旁琼霄嗤的一笑，言道：只是一个能听生灵心声的神兽罢了，用点小法术遮掩元神不就好了？仙子，若咱们此时没有隐藏身形，这岛屿周遭之游鱼，海水之中的精灵，都看到了你我之行踪。咱们的行踪岂非已经暴露在了那谛听的耳中？哦，也有点道理的样子。这边好了。话音刚落，他面前那飘舞的流沙就化作了一团青色的云雾，这云雾朝着南海深处而去。赵公明略作思量：三妹，你姐带长庚化身从后赶来，为兄先去会一会他。言罢，赵公明的身周有水蓝仙光轻轻闪动，身影化作一抹清风，径直消失不见。琼霄嘴角一撇，悠悠地看脸李长寿：大哥对你所说之事竟然这般上心，连多少年不曾显露的本命神通都用上了。李长寿在旁边微笑颔首，目中略带感慨。琼霄随手一点，一根金色绳索缠绕在李长寿的胳膊上，自行驾云从后追赶，却是并未邀李长寿同云而行。感觉到两个人一起有些尴尬，李长寿主动开口：令子近来可好？好啊，闭关修行呢。琼霄随口应着，而后又扭头：你算了。仙子有话直说就好了。
琼霄哼道：“你可知姐姐喜欢哪般酒酿？你可知姐姐喜爱何种衣裙？看你这般整天为天庭跑来跑去，像是对姐姐之事一点都不上心的样子。莫非是要等我姐姐开口请你，你才去我们三仙岛坐坐？像我姐姐这般貌美温柔的先天高手，你竟一点都不主动，真当我姐姐渡情劫非你不可吗？”这个……李长寿顿时有些语塞，他正想解释几句，他与云霄仙子现如今还未到热浪境，前方的天空忽地阴沉下去，乾坤震动，大道激荡。大哥跟人动手了！琼霄那双明眸瞬间满是亮光。咱们快去，去晚了就没得打了。琼霄言罢，立刻拽着李长寿加速，但又想到李长寿这化身实力不行，丢下一句：“你慢慢飞过来，我去帮忙斗法。”就化作了一团金光向前疾驰。少顷，龙吟阵阵，2条金色蛟龙上下翻飞，24颗星辰悬挂在南海边陲，封住了大片乾坤。地藏的实力有这么强吗？竟能让赵大爷近乎全力出手？李长寿刚想请大法师前来帮忙，天边突然就冲出了5道霞光，欲要冲破定海神珠的封禁。那神光分别为黑白青黄赤，互相交错，凝出了一张遮天大手，作势要将那青蓝色的天空扯碎。5色神光！李长寿不由瞪眼，这赵大爷怎么跟轩姐不是，怎么跟孔轩打起来了？2条金蛟嘶吼，直接撞入5色神光中，将那大手直接冲散。24颗定海神珠不断的闪烁，在空中不断的变化方位，将那些还要再翻起波浪的神光硬生生的压下。这赵公明与琼霄，定海神珠与金蛟剪联手，大战孔轩的5色神光，这般场面当真是没见过呀！李长寿立刻向前使出风遁之术，急匆匆赶到数万里之外的斗法之地。哪怕遁法再急速，也需要短暂的时间。趁着这个空档，赵公明兄妹已是跟孔轩交手数个回合。定海神珠催起威能，暂时压住了5色神光，让这神光无法刷走神珠。赵公明提着金色木鞭，孔轩握着一把长刀，2道人影在海面上不断的冲杀，各自留下道道残痕，激战惊起了滔天巨浪。万幸赵公明的定海神珠有镇压乾坤之能，不然此地乾坤怕是已被打到破碎。琼霄素手并着剑指，控制着金蛟剪躲避5色神光。当5色神光想要闭合，就立刻让金蛟剪现出金蛟，扭头将神光撞散。饶是以1敌2，孔轩丝毫不显败相，更是凭5色神光牵制住了赵公明的定海神珠，逼得琼霄不敢入场。李长寿的身影出现在琼霄身侧，立刻高声呼喊：“老哥，孔轩道友，二位还请住手！”然而他加持了仙力的嗓音被斗法之地震荡的灵力直接撕碎了。莫怕，琼霄笑道：“大哥自能应付。”李长寿心念一转，对着高空高声呼喊：“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话音刚落，却见5色神光急闪，裹着孔轩朝着远处飞射，直接脱离了定海神珠的笼罩，远远站在千里之外。老哥，老哥！李长寿赶忙遁去前方，将要上去追赶的赵公明拦下，而后散发出自身的气息。千里之外，一身青布长衣的孔轩略微皱眉，抬头看了看空中，又凝视着李长寿，冷哼一声，身影驾云而来。李长寿拉着赵公明的胳膊：“老哥，你跟孔轩道友有旧仇？”“啥旧仇啊？之前刚见到。”赵公明气得吹了吹胡子：“我追查那个地藏踪迹，寻到了一处岛上，看到他站在仙岛上空，我就想问问他见没见过。我可是和和气气的，上去喊了一句道兄，怎料他瞪眼睛就骂我，喝问咱哪只眼看他是凶。我这一想，
这不是看错了，看错了咱就认嘛，就改口喊了句仙子，还赔了个不是。怎料他又瞪眼骂我，问我哪只眼看他是仙子。我就说了句，那你到底是凶啊，还是仙子，还是没凶不仙子？他就上来要打我一顿。一旁熊潇禁不住捧腹大笑，差点笑倒在云上。此刻孔宣已经是飞了回来，冷然道：打你又如何？若非看你是圣人弟子，节教民肃，今日定要将你胡子拔光。赵公明眼睛一瞪，24颗定海神珠在身周盘旋。道友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怕不是今天还要再做过一场？哎呦，两位，李长寿只感觉一阵头大。孔宣此时算是道门西方之间的中立派，哪怕不能拉拢，也不应该去得罪啊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一边对赵公明传声安抚，一边转身对着孔宣做了一个道揖，笑道：道友，刚才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。道友英武清丽，为先天圆满道躯，不入俗流，不落俗世，确实不应以寻常普通眼光来看待。我家老哥一时认错，道友也主动出了手，今日这事不如就此结过。